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巴黎自由行的第二天，今天的目标是用一张博物馆通行证走访巴黎4个必去景点，从伤兵院到圣母院，再从巴士底监狱到罗浮宫。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巴黎自由行，这一集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大家早安，巴黎的第二天，今天行程排得非常丰富，我们就马上继续来旅游了。小猪说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为期2天的 Museum Pass 的旅游行程。对，开始用好用满，另外一种 Pass。这个金金的圆顶建筑，它就是法国的景点伤兵院。我们来骑一下巴黎这边的大脚踏车。小猪骑电动辅助车过去了。解锁在巴黎骑脚踏车，它这脚踏车是有点电动的。你轻轻一踩，它就会有一些动力辅助，这样还蛮好玩，很省力。骑到可以还车的地方，你们在租借这边脚踏车的时候，一定要看一下 App 上面有一些指示，就是可以停脚踏车的区域，然后不要乱停，不然可能会被罚钱。这就是伤兵院的门口啦，可以使用我们的 Museum Pass 进去。这边是路易14世下令建造的。当初他做伤兵院的目的，就是要安置受伤的军人，还有退役的士兵。历史上面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，就是法国大革命。发生大革命之前呢，就是巴黎的群众，他们是先来到这间伤兵院，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啊，还有大炮，才有办法顺利攻破巴士底监狱。所以这里算是在法国大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然后我们现在眼前可以看到拿破仑的雕像。拿破仑是在过世之后，他也是葬在伤兵院这边。等一下我们可能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陵墓。伤兵院这个地点实在有太多历史故事的，所以它分成了很多个区块。我们刚才参观的就是这边古代兵器还有盔甲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想要去参观紫色这个区域圆顶教堂跟拿破仑1世的陵墓。走进来这个圆顶教堂超壮观的，它是上面非常之高，很多漂亮的壁画。眼前这个耶稣的雕像也是蛮壮观的。从这边一个小楼梯可以走下去地下陵墓。我们又到了讲故事给小猪听的时候。拿破仑当初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，他其实一开始是被流放到英国的一个小岛，然后他就是在岛上就是过世，好像是某一个国王讲到说他是我们法国的英雄，他必须要葬在法国的土地上面，动用了可能很多关系，让拿破仑的遗体最后可以运回来。沿路在参观的时候，也有看到很多就是法国这边的军校生，他们也都是有来参观这边的。可是他们的必修课，有可能是他们的必修课。我觉得陵墓蛮好的啊，就是他的战场上的兄弟们好像都在。虽然我也不是说对历史特别有兴趣，但是你进到这里面的氛围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可以去了解一下。这个景点是真的蛮推的。如果你们自由行有来的话，我是建议蛮值得来参观的。然后就是可以使用 Museum Pass， 然后就可以直接进来啦。小猪，那我们现在来去吃午餐喽。我饿了。我们今天又来薇拉昨天带我们来的餐厅，刚刚稍微小排队了一下，大概10分钟吧，就有位置可以进来。然后我觉得这间餐厅的服务生对外国人还算蛮友善的，就是知道说我们是外国人，算是蛮愿意用英文跟我们交谈的，所以就点餐方面是蛮顺利，也有英文菜单。店内的生意太好了，就是我们跟邻边的座位只有一点点的距离，
根本就是没办法通过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小猪一样点了巧克力，然后我点了一杯苹果汁。我跟小猪进来店里都点了这边最有名的油封鸭，看起来超好吃。油封鸭也是法国这边当地的非常有名的菜色。服务生不小心弄掉了我一点的那个马铃薯，他马上又补一盘过来给我，然后真的超多的，我就分给旁边桌的外国人一起吃。我们刚吃完那间店，已经走出来了。油封鸭超推，很好吃。然后一份是18.5欧元，换算成台币大概630。小猪也说他的巧克力超推，2个人结账大概是45欧元吧。现在来到这间也是 Villa 推荐的店，我们要来买好吃的可颂。走进来就觉得好香。这是苹果派吗？感觉很好吃。你刚才点了什么？可颂。哦，一个可颂。一个可颂是1.3欧元，苹果派一个是2.1，可以刷卡。我们看到它的可颂烤的颜色很漂亮，而且超大的，你看，试试看。Villa 说很脆，我听到那个声音了。可颂就是要够油够脆才会好吃。可颂里面，哇，那个空气感，小猪满意的表情，我从他眼神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可以。吃完这间的甜点之后呢，首先我们要先来去逛圣母院。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是圣母院啦，之前有经历过火灾，然后重建。不过它从去年的年底就已经重新对外开放。走到圣母院这边的广场，超多人的，好像要排队进去才能参观。前面有一些队伍，它是有预约的，就可以排那边。那像我们这次来是没有预约，所以就是要排这条比较长。不过我感觉起来好像也没有花很多时间，所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排，慢慢进去。从下面这边往圣母院上方看，真的很壮观，雕像雕的超漂亮的，很精致。你很难想象它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还经历过一场火灾，重建的也是恢复的蛮好的。花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欣赏圣母院里面非常壮观的景色。在欧洲参观这么多的教堂，走进圣母院是我第一次起鸡皮疙瘩。现在我们下一站就要来去巴士底监狱啦。走进来巴士底监狱啦，像是一个地下碉堡的感觉。你进来之后，它会给你一个平板，这个平板就是可以拿去扫描，它会有一些导览，上面有超多种语言，你也可以选择中文。就是你用平板，你看扫这个画面，像是那个 AR 扩增实境一样，可以对着这边的一个环境，然后它会显现出曾经这边过去的样貌是怎样，我觉得蛮酷的。看小猪这样拿着这个平板到处走来走去，超像在打电动的。这个画面是回到1378年，当时的时候，它曾经是宴会大厅，所以它不是一直都是监狱的状态，它有曾经辉煌过的时候。有宝藏。小猪现在找到第1个宝藏了，继续探索，你还有4个宝藏要找。我刚刚错过一个所以你经过了很多个场景，那边都有宝藏。这边的导览很有趣，室内介绍完之后，再到室外。我们现在走这条路，就是曾经玛丽安皇后要被带上断头台的这条路。
巴士底监狱这个行程蛮赞的，像在玩游戏的一种导览方式，就是小朋友把它当游戏在玩，让他同时也能够了解这边背后的历史故事。是大人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。我真的觉得巴士底监狱这边做得太成功了。你看我们家这一只。他就很认真的在找宝物，他平常不是对历史这么热衷的，他现在为了找宝物，现在很认真的在研究这边的故事跟历史。我们觉得巴士底监狱这个行程真的超有趣的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。如果你们是有带小朋友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也会玩得很开心。一样是可以用 Museum Pass 进去的，所以就是不用再额外买门票。现在要来去参观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景点，小猪是什么？罗浮宫。我们要去罗浮宫。今天预约去参观的一个时段呢是下午的5点，一样也是你可以先买好 Museum Pass， 然后记得上它的官网去预约时段。现在前面看到的就是罗浮宫金字塔啦，我总算亲眼见到你了。排队进去罗浮宫。我们刚刚顺利过完安检的，就是要检查包包有没有危险物品。我们现在人在负1层，等一下先冲这个玛丽骏马的法国雕塑，往上走1层的话，有去看一个古埃及文物的，是这一层楼的重点。然后再看个欧洲雕塑，再来到上面这边就是有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蒙娜丽莎微笑应该是在罗浮宫这边重点中的重点。跟小猪现在正在排队借语音导览，结果我们要借语音导览，它是需要费用的，所以我们先来这边买语音导览的票。小猪手上这2张就是语音导览的票啦，一个价值6欧元。这次的语音导览长得超像电动的，然后有繁体中文哦。这个是任天堂 3DS， 太帅了吧！法国这边参观一些展览很酷。都是用这些装备，现在准备出发来去参观了哦。结束罗浮宫的行程，我们从5点待到了晚上7点多，可以跟夜晚的罗浮宫金字塔拍拍照，是蛮漂亮的。比较兴奋的还是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吧。今天总算换我来看了，而且很幸运的就是说，人好像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挤到前面。它每个楼层都有一些可以必看的东西，非常推荐，就是你一定要去租那个语音导览，它真的是太棒了。逛这些作品的时候呢，它还可以帮你解说它的历史故事是什么。跟大家提醒一下，罗浮宫这边营业时间呢，像我们今天来是礼拜三，礼拜三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营业到9点，还有另外一天也是营业到9点，那是礼拜5。然后其他的时间，除了礼拜2公休之外，他们都是直到6点就关门。我们今天没有很拥挤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营业到9点。所以就把这个资讯跟大家分享。到了我们晚上今天要吃的法式瓜牛餐厅，有一只金瓜牛在上面。
我们刚结束我们的法国瓜牛餐初体验，这是点了一个综合口味瓜牛餐，总共12颗瓜牛，有3种口味，有青酱，然后松露跟奶油，但是价格比较不便宜。我跟小猪得到最好吃的一个结论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来体验瓜牛餐的话，你们就都点青酱，还有就是它的甜点苹果派，我们觉得很优秀。就大家如果真的来巴黎是想要体验法餐的话，就是瓜牛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在这边结束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